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聊 ComfyUI 的自动化。那我们依然是用 N8N 驱动 ComfyUI 来实现一个我们经常做的一场景，叫模型测试。所以说你要注意，我这个 N8N 的工作流叫什么呢？叫视频模型一键实场景测试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如果我现在要测试一个模型，一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先要设定一下场景，然后呢，对于每一个场景的话呢，生成对应的提示词，然后呢，再调用我们的 ComfyUI 去生成视频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这个视频。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工作流的话呢，我们只需要设定一个主题。那比方说，我可以设定一个叫国风美女，然后启动这个工作流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10个视频。大家看一下。那这10个视频的质量呢都非常的高，当然呢它会有不同的镜头、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视频风格，那么大家会发现啊，可能有一些视频在质量上不过关，但是呢90%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大家可以发现啊，原来呢可能你要手工的去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工作流一键就可以完成你所有的工作，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降本增效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工作流的选择。如果你做测试的话，由于是生成视频呢，所以说不要选那个特别重的工作流，跑起来很慢，那你测起来呢要等很长时间，毕竟你要生成10个场景嘛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大家使用的工作流呢是一个比较轻的视频生成的工作流。那我建议大家使用 Self-Forcing 1.3B 的这个工作流，它生成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，而且占用的资源呢非常少。那我把这个工作流呢也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。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来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呢，你在这个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，找到我发布的工作流，然后可以找到这个 1.3B 的 self-forcing 的工作流。这个工作流呢非常的轻，所以说即便是你跑10个视频生成啊，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。那我在这个里边使用到的 ComfyUI 工作流呢是 Master Model 的，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啊。如果你的算力不够的话呢，可以对应的做一下替换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去做的。那顺便说一下啊，如果你对 N8N 的这种自动化不是特别熟悉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2个视频。那个视频里边呢会对一些基础知识，包括 N8N 怎么去安装啊，那么都有一些说明。我在这个视频里边就不做赘述了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去做的。首先呢，我这儿先有一个触发节点，这个呢是一个聊天节点，主要是设定一个主题。比方说我在测试的时候，这儿写的是国风美女。完了之后呢，会进到我们的第一个大模型的节点，叫 AI Agent。这个 Agent 的话呢，我们用的是 DeepSeek来作为后边的这个 model。 我们在使用这个 DeepSeek 的时候呢，需要使用到我们的 API Key。 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在我们选择这个 Check Model 的时候，这儿有一个 DeepSeek Account 啊，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就需要创建一个。比方说我们创建一个认证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设定一个 API Key， 大家可以通过 DeepSeek 的开放平台然后来拿到。大家注意啊，那我充了10块钱，用了好长时间了啊，现在呢是 9.77 啊，就是用了几毛钱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的 API Key。 如果你充值之后呢，你可以创建一个，然后呢把它粘到这儿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你就能连上你的 DeepSeek， 对吧？这是这个。然后在这儿的话呢，大家注意啊，我提供给你的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在这儿，就是这个 Agent 里边有一段提示词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在聊天的时候输的是国风美女，所以说呢，我把这个国风美女拿过来啊。由于这个节点叫 Chat Input， 所以说呢，我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拿过来。拿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增加一段系统的提示词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 Add Option 啊，然后来增加系统提示词。由于我这儿已经加过了，所以说这儿没有那个选项了。那这个系统提示词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大模型聊天之前呢，有一段系统的说明，主要是告诉他的角色是什么。那这儿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内容啊，这个是生成场景的。因为我给到的是国风美女，它需要给我找10个场景来表现我想要的这个主题。所以说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角色和定义是说，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电影导演和创意策划师，专门为文声视频的 AI 设计测试场景。任务要求生成10个场景，核心每个场景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炼的描述，然后必须要有景别和视觉风格2个重要的因素。然后下边呢有一些具体的，比方多样性，因为我不希望它生成的是
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有一些多样性的要求啊。输出的时候，我希望每一句是这样：序号、景别、对应场景的描述，然后视觉风格，然后换行。那我的主题就是要求设计10个关于国风美女的场景。那完了之后呢，大家注意，我会得到一个输出，这儿正好10个。那一旦确定10个场景之后呢，我下边其实要做的就是为每一个场景生成提示词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节点。下一个节点呢，我用的是一个 edit field， 其实我是要把我们生成的这个内容啊，然后呢给它做一个分割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它现在是一段话嘛，我需要每一句给它分割开来。你可以通过拖拽的形式把它拽过来然后呢通过点 split， 然后按照哪个字符分割呢？当然我们是通过-n 进行分割啊，这样你得到的结果大家注意啊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大家注意，就是你要把这个类型啊一定要选成 array， 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分割出来才是一条一条的，是吧？你才能后边对它进行循环。大家注意，这是10条，每个呢都是一个单独的场景。下边呢，我们进到这一步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我们要把它完全给它给它切出来啊，因为它现在呢还是在一个里边放着的，所以说呢，大家注意，这是我们现在 output 这10个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进行一个 split 啊，进行一个分割。大家注意啊，我分割之后呢，把原来在一个 output 里边这10个，那我们就会得到10个 items。比如说我这儿为什么只看到一个呢？你可以切换到 JSON 或者切换到 table， 可能就看到更多了。大家注意，现在呢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 output， 原来是在同一个 output 里边，这就是 sleep out 啊它的一个作用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循环了。那下边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循环，我单步跑它一下。好，现在呢开始循环。循环的第一个就是来生成提示词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得到第一个远景啊，这是我们的主题定位，一位身着红色汉服的女子站在雪山之巅，衣袂在狂风当中翻飞，是一个水墨画的风格。我还是按点给它分割，因为我现在要把1去掉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分割出来，我只要最后就是远景这个部分。分割出来是这2个嘛，是吧？只要后边这个，所以说用 pop 我们就可以得到。然后这里边很重要的还是这个系统提示词。那么我们添加这个系统提示词呢，其实是按照万模型的这个文档要求来生成的这个提示词。这个提示词呢非常的重要啊，大家呢可以直接把它拷贝出来，直接去用就行。那如果你要是自己去写的话呢，会比较麻烦。我可以告诉大家参考的材料。那我们在使用这个 One 这个模型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使用指南，这里边有提示词的主要的写法，大家可以把这个文档啊给它存下来，但是不太好存，因为它是个钉钉文档啊。存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交给大语言模型，让它根据这个模型来生成对应的提示词。所以说基本的思路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怕麻烦的话呢，你就直接把我这个提示词粘上去就行了。用这个方法啊，去驱动这个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提示词呢是非常棒的。那我们可以跑它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注意啊，我这 Chat Model 呢用的依然是 DeepSeek， 这个用法跟刚才生成场景一样，这儿我就不赘述了啊，我们直接来单步执行。由于要远程的调用 DeepSeek 啊，所以说这个执行的时间可能会稍长一点。那最终呢，我会生成一个这样的提示词，大家看一下。是一个英文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它来驱动我们的 ComfUI 来生成对应的视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会用到我们的第一个啊，叫 edit field。这个是干嘛的呢？是生成工作流的。大家注意，我这儿的话呢，粘了一个工作流的模板，点开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工作流的模板。那这个工作流我用的并不是 One 2.1.3b 的 self-forcing 啊，因为我当时没有考虑到生成的这个时间问题。然后我真正跑起来，我觉得还是等的时间有点长啊，一个我大概是5分钟，然后呢10个就是50分钟。如果你用这种比较轻的这个模型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那我用的工作流呢是 master model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就是这个工作流啊，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就是一个 One 的 T2V 的工作流，只不过是我这儿用的模型是 Master Model， 所以说采样步数可以到8。那关于这个工作流呢，我就不细说了啊，大家可以自己过一遍。
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工作流做什么处理呢？你要注意啊，就是我们可以通过export API， 你要注意一定是 API 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需要通过 API 形式去调用它，所以说不要使用 export 啊，然后把它保存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就会拿到这样一个 API 形式的工作流，把它复制过来粘到这儿就行了。但是粘过来之后一定要记得把提示词换掉啊，就是这个。原来呢它是写死的嘛，你要把这个给它拖过来啊，把它换掉就行了。然后真正生成的效果就是我们这儿写的这段提示词，那我们可以单步执行一下，这就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工作流。这个工作流呢，我把它映射到了一个新的这个输出里边啊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叫做 workflow JSON， 我给它起了一名字。好，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叫启动我们的 ComfyUI。ComfyUI 呢，我用的是我本地的 ComfyUI， 而且跟我的 N8N 的这个计算机呢并不在一起啊，它在另一台计算机上，这是它内网的地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 API 形式去调用本地的工作流。那么大家呢在调本地工作流的时候，我们之前用的都是这个节点。这个节点有一个坏处，就是我们用它的时候你要注意啊，它在执行这个工作流的时候，它那个结果只能是图片。所以说呢，还是不太方便。做图片生成还行，视频生成呢就不太合适了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 ComfyUI 的工作流在社区里边，比方有这个叫 Image to Video， 但是呢，你还得上传一图片啊。但是我这就是个文声视频，我不是个图声视频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告诉大家怎么不通过这种外边这种方式啊，我就通过 ComfyUI 原生的方式怎么去调呢？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。我们对于本地的 ComfyUI 的调用能拿到的资料呢并不多，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ComfyUI 的官方的文档，但是关于 API 调用呢并没有完整的文档信息。那大家可以在左侧找到 Development， 就是开发的这个文档，然后这儿有一个 Routers， 就是它关于路由的一些基本信息。那比方说呢，我们现在如果想创建一个任务的话，是可以通过 Prompt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想看到生成的这个效果的话，可以通过 History。那如果我们拿到对应的结果的话呢，可以通过 View 这样的方式。但是再详细的文档呢，这个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儿的话呢，我们把常见的这个调用的方式呢，也给大家在 N8N 里边呢就实现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就是我如果拿到了一个提示词，那我怎么去启动一个工作流？那刚才我们说了，这儿有一个工作流的模板，然后我们会发送第一个 HTTP request。大家注意，我这儿发的是一个 post 的请求 URL 地址，大家一定要记得。如果你想启动一个工作流的话，是通过 prompt， 然后呢，我们会给它发送一个 body 信息，这个信息呢一定是 JSON 格式的，然后呢，我们会给它一个变量名叫 prompt， 那其实就是我们上一个节点 edit fields 里边生成的那个工作流。把它拿过来啊，直接呢我们一执行，那就可以将这个工作流呢给它放到我们这个 ComfyUI 的队列里边，然后启动起来。我们试一下啊，执行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执行好了。我们拿到一个 prompt ID 这个你可以认为是任务 ID。那这是我们的 ComfyUI 的服务器。然后呢我们点开这儿，大家注意，在这儿呢其实是有一个这个生成的信息正在跑啊，然后呢在这儿也能看到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流，就代表着现在呢这个工作流就已经启动了。我这儿呢有一个 wait， 就是我等一段时间。我等多长时间呢？我这儿是等5分钟。有人说为什么是等5分钟呢？这个得看你的 ComfyUI 的这个工作流的表现啊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这个工作流呢，大家注意我每次生成的它的时间大概都是252秒，就是4分多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尽量的等5分钟啊，5分钟就代表了它基本上已经执行完了。如果没执行完也差不多。过了5分钟之后，那我会做一个事情啊。那我这个事情是干嘛呢？其实是用来检查一下啊，这个有没有执行完。然后我们需要把上一个节点，就是这个节点执行的这个 prompt ID 给它拿过来，所以说呢，你直接给它拽过来就行。那由于这个是一个 get 方法啊，所以说呢，你查的话可以直接这样去查。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粘到这儿来啊。大家注意啊，它现在是一个空的，如果它是空的，就代表这个工作流还正在跑着。那如果它跑完了，那你就会拿到这样一个信息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下边就会有另外一个节点。
这个节点呢是一个 if 节点啊，就是我们判断一下啊，我们上一次拿到的这个 JSON 它是不是空 is empty， 这儿一个条件嘛。如果它要是为空的话，就代表着还没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再等上30秒。然后继续来查状态，然后判断是不是为空啊，所以说这个逻辑很容易明白。那一旦不为空就代表着什么呢？那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已经执行完了啊。执行完之后呢，你下边需要下载对应的文件。那这个下载文件怎么下载呢？这个很简单，也是一 get 请求啊。我们通过 view， 然后通过 file name 这个参数指明你要下载哪个文件就可以啊。那我们以刚才已经生成的这个为例，我们把它美化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在这个地方有一 file name， 所以说你要下载它或者你要获取这个文件的话，是这样来获取的。首先是你的 conf.ui 的地址，然后呢是斜杠，然后是 view 问号 file name 等于，然后你这个文件名回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文件名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文件名怎么拿到呢？当然是从我们查询状态，就是上一个输出的那个结果里边拿到的。所以说这个大的变量肯定是 request 1，然后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啊，我们需要拿到 prompt ID， 因为只有拿到 prompt ID， 你才能拿到这个 file name。那大家注意，它在输出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导到这个 prompt ID，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找。才能找到这个 output， 然后再找到里边的1啊，然后再找到里边的 GIFS， 然后才能拿到这个 file name， 是吧？那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可变的啊，就是它每次执行的时候，这是它那个类似的 task ID 或者叫任务 ID， 所以说呢，那个东西不能写死啊，你只能这样写，就是我们在启动这个工作流的时候，那个返回结果里边有一个 prompt ID， 就是每次都是变的，所以说这儿是一个变量的形式，然后再是我们的 output 1 gives 0里边的 file name， 这个跟这个结构是一样的，这 prompt ID， 然后呢找到里边的 output， 然后1，然后 gift 0啊，因为这是个列表啊 ，gift 0里边的 file name， 然后一定要注意，这儿一定要追加一个 option 啊，然后这儿写 response， 把这个 format 换成 file， 因为你最后取到的是一个文件嘛，是吧？把它拿下来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写到我们本地的磁盘里边，这儿我写到的是 N8N values， 然后20050621，那就是这个里边。所以说我一旦执行10个文件全部写到这儿啊，这就是这个工作流的作用。我没有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去构建，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思路更重要一些。那回头我会把这个工作流呢也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呢自己拖到你的 N8N 里边。然后呢我也会把这个 master model 和这个 self-forcing 1.3b 的 conf.ui 的工作流呢也提供给大家，大家呢可以自己去调一下。那我相信如果你把这个调通了之后啊，你就明白所谓的自动化到底能带给你多大的好处了，是吧？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